3款工具大致上的结论如下：用度依序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 资源应用数量也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 教学资源依序也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看起来不就无脑选 Zapier 不就可以了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大家生命运动的 Kevin。自从文生图迅速发展以及 ChatGPT 横空出世，正式开启了 AI 元年，人类生产力即将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人可以透过简单的提示词完成各种金融 AI 画作，或毫无代码经验的人可以透过 ChatGPT 获得软体工程师好几年的技能。像我前面几部影片就透过 GPT-4 开发一些像是 Google 试算表、串 GPT API 工具等等。AI 正在杠杆式的放大我们的能力，未来几年像是美术相关的工作肯定都会使用 AI 绘图在强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想，像我这样不是特定领域的工作，除了运用 ChatGPT 这样的工具，或像前面几部影片更有效率的使用 GPT 外，那还可以研究什么才可以更好的运用 AI 杠杆放大自己能力呢？于是我就想到自动化。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自动化的人，我不喜欢做一些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所以过去我常常学一些优化工作上生产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会找合适的 Excel 函数快速解决问题，或用 AutoHotkey 来解决一些重复性工作等等之类的。但这种 ChatGPT 诞生后，让我看到很大且不同维度的可能性与潜力。因为像以往 Excel、AutoHotkey 这类的工具，虽然不像写程式那样复杂，但通常还是有一些学习成本，而且即使学会了，有很多工作也还是很难靠工具完成，甚至你就算会写程式也很难办到。像在 ChatGPT 诞生前，你可以透过程式码让程式当客服，或者是让他帮你回复客户的信吗？或者是透过程式帮你产生广告用的关键字吗？可能在经过很大的努力后可以，但是开发的成本应该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就算在市场上有类似的工具，而你可能也很难找到适合你切身的工具。所以在 ChatGPT 诞生前，还是很多工作需要人加工处理。但自从 ChatGPT 诞生后，把这类语言生成工作交给 AI 来做的科幻想法，突然被带进了现实。什么回复信件、生产关键字翻译之类工作，或者像新闻摘要、情绪分析、文案撰写等等，过去可能都要耗费极大开发成本，或者是靠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在 ChatGPT 面前简直轻而易举。然后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在一个 Notion 的栏位中填入一个题目，然后剩下的事情自动化工具就会先让 ChatGPT 把题目列成大纲，然后它再把题目写成文章，然后再把题目列出关键字，然后再把关键字拿去文生图或从网络上搜图，然后再把图返回到 Notion。 而你做的事情可能只是在 Notion 栏位中填入题目，你不需要一再的在 ChatGPT 复制贴上重复的指令，你不需要再把 ChatGPT 回复给你的东西贴到文生图那边去等待图片完成，一切一开始只是在 Notion 栏位中填入题目。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大幅提升你的生产力呢？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用人啦，毕竟 ChatGPT 生成的东西还是会有错，而且很多内容其实是对的，可能还是要优化。但 ChatGPT 可以帮解放更多的时间，让原本人应该做的事情可以变成是校稿或者是优化，那不是真香吗？真香！然后有的人可能又会说，那自己写程式不就好？像我前面几部影片不就是在说 GPT-4 诞生后，写程式门槛突然降低很多了。这样说也是没有错啦，因为这些功能可以靠写程式完成，而且现在写程式确实也变简单，然后自己开发也比较符合自己的需求。不过即使在程式领域也盛行一句话，叫做不要重复造轮子。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工作自己写可能还好，但如果你要把更多的自动化工具串起来，那可能就太浪费时间了，以及世界上可能已经有很多现成的工具。那我在之前一些影片有看过一些 YouTuber 使用自动化工具，比方说他在 Notion 中输一个标题，然后自动化工具就可以透过指令把资料丢给GPT API 执行，然后再把 GPT
执行后的内容回传。那更进一步的话，甚至可以把一些更多流程加进来，比方说让 GPT 生成提示词啊，再把提示词丢给 AI 生图啊等等的。OK， 那到此为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说 ChatGPT 之后会推出插件啊，或者说像 Office 之后会推出 Copilot 之类的工具，那就可以结合很多工作的自动化啦，或者是说再过一段时间 AI 就会更聪明啦，到时候像 AutoGPT 这样 AI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啦，那你现在学的事情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没用了之类的。我觉得这样说也没错啦，因为现在有一类就是躺平派，反正先观望一段时间，等相关时机比较成熟再说。那也有一类是探索派，先保持关注，探索各种应用可能性。我这边先不讨论哪一派才是对的，反正我是属于后者，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变成新的一集，从零开始的新技能，自动化工具的学习记录。不过这次自动化内容真的还是需要学习，因为这方面的资讯很少，所以我原本还想说 ChatGPT 应该资讯也很少，以至于我过程中还犯了一个很好笑的错误，像是我一开始就是先研究之前看的一些 YouTuber 在用的自动化工具叫 Make， 然后一边 Google 一边摸索，陆陆续续搞了大概5个小时，都还是没有什么进展，非常绝望。直到后来我查到一篇文章，才发现说Zapier 好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具，然后以及还有像 N8N 这种免费开源工具。这时候我才想到说我可以问 ChatGPT 啊，结果才问他几十秒时间内，他除了告诉我刚刚费半天劲才找到另外2个工具，然后还额外告诉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像 IFTTT， 反正折腾那么久，就是发现 ChatGPT 一下就有答案，就是觉得之前还在呼吁大家要多使用 AI 工具，然后结果自己马上被打脸。对，所以这次的结论就是学习使用 ChatGPT。那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学习的过程除了刚刚的小插曲，我还是简单分析这几个 ChatGPT 介绍的自动化工具，然后挑选3个来做更进阶的研究。它们分别是 Zapier、Make 以前叫做 Integromat 以及 N8N。不研究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目标是至少要跟 Notion 可以结合，因为 Notion 实在是太好用了，它是一个很适合用来整合工作的平台。跟 Notion 结合只有上面3款可以达成，3款工具我大致上都玩了一下，大致上的结论如下。第一个是易用度，我觉得依序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然后再来资源应用数量也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 再来教学资源依序也是 Zapier 大于 Make 大于 N8N。 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看起来不就无脑选 Zapier 不就可以了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原因主要有2点。第一点是他们面对的族群不同，像是 Zapier 的设计很直觉，就是我没有看过任何资讯，我只是自己花一点点时间摸索，然后就成功连接 Notion， 非常直觉。不过也因为它设计的很直觉，所以我认为它可能适合用来设定逻辑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工作。但如果相反的，你想要拿它设计比较复杂的工作的话，可能编辑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然后 Make 跟 N8N 都有现在新工具设计比较常见的概念，就是图形化的流程界面，然后而且号称说你有更多的自定义选项，但是也因为这样，这2个工具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直观跟友善，而且自定义选项更不是一般人可以搞定的。以像那个 Make 来说好了，我想说自己一个人先靠直觉摸索看看，结果花了很多时间，却连第一个步骤都做不出来，一直频频的 error。 在网络上也查了一些资讯，也是找不到我想做的东西，因为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想从 Notion 做触发，可是网络上好像几乎没有这样的教学吧。结果后来是我反而看到官方有寄一封教学信，虽然它是从 Google 日历去做出发，然后连接到 Notion， 但我想说好吧，我至少可以参考一下它 Notion 那一端的步骤，然后我观察它那一个步骤，一步一步的观察，才研究出一点点结果。另外 N8N 也是类似 Make 的界面，但是里面的设定方式又不太一样，而且 N8N 的资源又更少了，所以如果你想要
像是自己架设的话，那会有更高的学习成本。所以小结一下 ，Zapier 是面向大众用户 ，Mac 是想要更进阶一点的用户，那 N8N 是面向有更高的技术能力的用户。那第二点就是，他们的定价方式不同。那我认为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跟使用状况都会有不同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选择上会不同的地方。像Zapier 在这边的设计是每个月有100条工作任务，详细的计算方式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我目前看起来就是你只要触发一次你设定的条件，就算是一个任务。像是我测试指定，如果有新东西就增加到资料库的时候触发，就在资料库里面添加一笔资料，那这样就算一次任务。所以如果你每个月的任务多的话，你可能花最低的$19，有750条任务，那可能也不太够。那在 Mac 免费方案，每个月有1000条执行次数，它的意思跟Zapier 的不大一样，就我目前看起来，就是它触发条件有一笔资料的话，就算一次的执行次数。例如说，你的条件是监测Notion 的某个资料库，这样子算执行一次。然后下一个条件可能是判断说，你的 checkbox 有没有打勾，然后就进行下一个步骤。但是如果这时候 checkbox 有4笔资料的话，那这样就会是执行4次。那而且你的逻辑链越长的话，这样子触发的条件就会更多。所以如果你每个月的资料笔数多，或者是逻辑比较复杂的话，那可能也花这个最低的$9也是不太够用。最后就是 N8N 它有免费的开源版，所以你自己架的话，你就只要自己负担你自己的伺服器相关的费用。那你可以用它的云端服务，它的计费方式最低是每月$20，但你有5个工作流的限制跟5000个工作流的执行，但是工作的步骤不限制。我觉得以使用量来说的话，算是便宜很多了。但我觉得如果都要选 N8N， 就干脆自己架伺服器算了。像是我可能就会选这个最难的。好啦，那总之就是，如果你平常要处理大量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可以透过工具自动化，那我相信这些工具是可以帮你提升你的工作效率。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跟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我后面也会陆续再摸摸看自动化工具，搞不好下次又直接变成分享而不是学习影片了。那下部影幕再见。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按赞、订阅支持，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你对我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拜拜。